俄军最坑上将拉平，被开除军籍，光荣转业。连短2个俄军指挥部，25名俄军官被清除。乌军突袭克里米亚，击毁3架俄军机。乌军收复红军村300多平方公里失地。统川经济命脉，俄罗斯被无人机炸到汉腾。欧盟对德鲁日巴输油管道征收关税，掐断俄最后的能源经济。俄组建战略预备队备战北约。火烈鸟导弹量产再升级。乌克兰组建新军种，展开新攻势。精彩资讯马上开始。乌克兰的好朋友拉平上将被俄军开除军籍。综合 ABC 新闻和战争研究所的报道，9月21日，俄军上将亚历山大·拉平已被解职。俄媒声称，他可能很快将成为达达斯坦共和国领导人鲁斯塔姆·明尼哈诺夫的助手。虽然关于新任命，克里姆林宫还尚未正式发布，但达达斯坦共和国作为俄罗斯国防部非洲军团的主要招募中心，以及俄罗斯无人机在阿拉布加经济特区生产的所在地，若是拉平走马上任，那他会不会再次发挥倒霉能力，搞垮俄罗斯的非洲军团和无人机生产呢？说起拉平，自俄乌开战以后，他的运道就十分不佳，已被证明是一位无能的指挥官。如2022年战争初期，拉平指挥中央集团军向基辅进发，却遭遇惨败。基辅战败后，他被调往乌克兰东部。2022年9月，乌军发起哈尔科夫反攻，拉平指挥俄中央军区实现集体大溃败，被迫从莱曼撤军。当时，拉平就遭到俄军内部的口诛笔伐，如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和已故瓦格纳集团前首领普里戈金，都对拉平当时的失败进行高度批评，公开指责其无能。正是在这个月，莫斯科方面免除了拉平中央集团军司令的职务。之后，拉平就任陆军总长和列宁格勒军区司令。这时期的拉平主要领导俄北方集团军，但同样受到了广泛的指责，因为其不仅没能在苏梅有所建树，还在2024年8月被乌军攻破了库尔斯克，成为俄本土80年来首次被外国军队攻入，甚至还让乌军一度在该地建立了近2000平方公里的缓冲区。后来乌军因被截断情报支持，不得不撤出库尔斯克。拉平开始率领俄军狂攻苏梅，但却没有收到预期的战略效果。如今61岁的拉平算得上一种另类退休，但普京心里或许会说，你终于退休了，不再霍霍我的部队了。俄军这个最无能的上将走进历史，而俄北方集团军司令则将由叶夫根尼·尼基弗罗夫接替。前线方向，乌军虽然少了拉平这个帮助，但其进攻依旧犀利。诺尔报告报道，9月20日开始，乌军开始在库皮扬斯克市周围展开了强势反攻，并对俄军造成了重创。有意思的是，此前俄军曾声称在该方向取得重大突破，并控制了库皮扬斯克。很明显，要么是俄军在玩舆论战，要么就是俄军部队又在火冒战果，让俄军高层出现了误判。后来基辅方面进行了驳斥，泽连斯基证实乌军阻止了俄军的管道战，目前正在对俄军进行清剿。截至目前，库皮扬斯克的战事还在激烈进行中，接下来的战况火力军将持续关注。另一大战果是乌军在扎波罗热方向连续打击了多个俄罗斯的指挥系统，清除数十名俄军官。据诺尔报告报道，俄第7空降师的前线指挥部遭到了乌军海马斯火箭弹的重击，同时伴随的还有密集的 FPV 无人机群。俄军指挥所随即传出剧烈的爆炸声。据初步统计，共有7名俄军军官被击毙，包括2名上校、2名少校和3名上尉。值得注意的是，早些时候前线还有军事记者披露，驻扎在扎波罗热沃斯克列先卡一带的俄军第35集团军总部遭到了不明身份者的袭击。据悉，这群身份不明的破坏者在俄军指挥部附近纵火，随后大火蔓延至俄军的建筑物和掩体，火灾和浓烟导致18名俄军官身亡，这其中就包括1名上校、3名中校、6名少校、4名上尉和3名中尉，外加1名未知级别的军官。截至目前，尚未确定全部袭击者身份，但外界普遍认为是乌克兰特工或亲乌游击武装发起的行动。莫斯科方面则未做进一步回应。无论如何，这都是近几个月来乌克兰对俄军指挥体系造成最严重打击的行动之一。此外，数小时前，乌克兰空军还对扎波罗热前线的斯捷普诺希尔斯克郊区投掷了制导炸弹。报道称，俄军隐藏在当地火车站服务楼内的阵地被精准击中，随即燃起了浓烟和大火。与此同时，俄军一架苏27战机还携带 GBU-62炸弹空袭了前线的一座弹药库，俄军突袭队的据点被击中，引发强烈的2次爆炸。乌军的连续打击让扎波罗热战局有了明显的升级迹象，接下来该方向估计会更加热闹。克里米亚战场，乌军再次突袭克里米亚，这次战果颇丰，击毁了俄军3架军机。据开文情报报道，乌克兰情报总局的下属部队在9月21日凌晨突袭了克里米亚俄军军事目标。
此役，乌军发射了著名的幽灵无人机和海王星导弹，直指俄军的军用机场。方法还是老样子，先用诱饵无人机吸引俄军的防空系统，紧接着攻击无人机和导弹，径直击中了目标。从现场流出的夜视画面看，现场中也有明显的起火点。当地居民也表示，听到了断断续续的爆炸声。初步信息统计，至少有3架俄军的米8直升机在袭击中被毁，外加一套 55Z6U、Nebel-U 雷达。此外，克里米亚东南方向的费奥多西亚港口一带也传出巨响，据悉是乌军正在袭击车克拉克湖附近的俄军防空阵地。报道称，这是近来乌军对克里米亚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攻势之一，严重削弱了俄军在该地的空中力量。截至目前，俄军的损失应该在 1.24 亿美元以上，具体的数据有待确认。最后，在红军村方向，自大反攻以来，乌军已收复和清理了300多平方公里湿地。9月21日发布的地理定位录像显示，俄军正沿着 T-0504 高速公路向新埃科诺米奇涅以西推进，乌军则在尼古拉耶夫卡以北、赫迪罗夫卡以东向俄军施加压力。乌方战报显示，乌军在该地区新摧毁了俄军1辆装甲车、6辆卡车、2辆货车、2辆摩托车，另外损坏1辆坦克，和清除了数十名的俄军士兵。多布罗皮利亚方向，俄军虽然正在袭击新沙霍夫、扎博维德内以及潘基夫卡附近的乌军阵地，但俄军事博主阿纳托利·拉多夫证实，俄军在该方向的处境正在恶化。该博主声称，乌军已包围了一支俄军部队，甚至可能还有第2支。俄军在这一地区的压力越来越大。有消息称，乌军正在扩大包围圈，以包围更多的俄军。俄军则陷入恐慌，甚至有部分俄军在被包围后被俄指挥所抛弃。泽连斯基声称，缴获的俄军地图显示，俄军向其指挥部谎报战果，战场上的实际情况存在显著差异。早些时候，图片报报道称，泽连斯基抵达多布罗皮利亚轴线，亲自督战。之后，他在炮火连天的前线指挥部中发表了视频讲话，确认乌军正在进行重大反攻行动。截至目前，乌克兰已完全收复了160平方公里的土地，另有170多平方公里正在被清理。在讲话中，泽连斯基还表示，该地的交火已经给俄军造成数千人的伤亡，并俘虏了100多士兵。莫斯科方面则一直未就此事发表进一步回应。要知道，之前他们可是一直否认在红军村受挫并遭受重大损失。如今事实摆在眼前，俄方装沉默，估计是想等有新战果再站出来回应。对于多布罗皮利亚的战局，北约的军事情报师分析认为，若是乌军能继续在此地实现突破，就能切断俄军北部的补给线，从而彻底阻止俄军的攻势。实际上，据乌克兰突击部队的负责人瓦连金·曼科表示，他们已在多布罗皮利亚附近构建了3个包围圈。那么乌军接下来又将发起怎样的反击呢？让我们拭目以待。与此同时，在顿巴斯其他战线，乌军还击毁了俄军的关键油库。从前方流出的视频看，俄方的控制区已冒起巨大的火球，不断朝空中喷发。这画面和曾经俄边境大型军火库爆炸的场景何其相似。此外，在卢甘斯克，乌克兰空军也打击了俄军的一座炼油厂。现场视频显示，俄军一架米格29战机在投掷 ASM 制导炸弹击中目标后，俄军阵地随即被浓厚的黑烟覆盖，场内设施和俄步兵基地想来遭受了重创，详细损失有待进一步披露。与之相对的是，9月21日，俄军发射54架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共导致8个地点遭到损失，其中敖德萨的一座农场遇袭，攻击导致数座存放农具的仓库起火。作为乌克兰的重要贸易港口，敖德萨长期以来都在遭受无人机的空袭。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俄罗斯境内。不久前，乌军还袭击了俄罗斯新库比雪夫斯克炼油厂、萨拉托夫炼油厂、古比雪夫季霍列茨克输油管道上的多个泵站。据统计，共有3个泵站遭到袭击，包括曾泽瓦特卡站、国营铁路2号站、萨马拉线性生产调度站发生大火，泵站运营中断，前往新罗西斯克港口的石油运输被迫停止。该港口年输出石油6700万吨。面对乌军的不断打击，俄罗斯各大电视台发出了警告。报道称，截至9月20日，记录到15起袭击，已超过8月份的总数。俄罗斯各地的炼油厂、燃料库和泵站持续遭受袭击，燃料短缺日益严重，黑海和波罗的海的出口也受到干扰。尽管俄罗斯官方下令阻止袭击事件传播，但如今俄罗斯媒体终于还是承认，乌军无人机给俄罗斯造成不小的影响。只不过这还不够，俄媒没有报道的事实是，俄军根本无力应对这些无人机，其损失将继续增加。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能源经济将进一步降低。有消息称，欧盟对供应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的俄罗斯石油管道征收关税。欧洲自觉醒后，对俄罗斯的制裁就不断升级。如今，路透社最新消息披露，欧洲计划对德鲁日巴石油管道征缴新关税。要知道，德鲁日巴管道是俄罗斯石油通往欧盟的唯一管道，关税的事实将进一步降低俄罗斯的能源收入。
自俄乌开战以来，欧洲就已逐步摆脱了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但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这2个亲俄的欧盟国家是例外的，对低价的俄罗斯能源始终不愿放弃。目前，德鲁日巴管道只对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供应能源，而前段时间乌军连续攻击德鲁日巴管道，导致其数次关闭，这给2国的能源安全带来极大影响。所以，若是欧盟对该管道施加关税，无疑会遭到他们的大力反对。不过和制裁不同，欧盟征收关税是不需要全体一致同意的，只需要多数成员国同意就行。这意味着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将无法阻止该关税的实施。而除能源外，俄罗斯金融领域也遭到制裁，如欧盟就禁止加密货币交易，并在境内停止俄方的米尔支付系统。总之，随着欧盟的不断施压，像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这样的国家必须做出选择，是留在欧盟还是拥抱莫斯科，而俄罗斯的日子也将更不好过。没钱的俄罗斯反映在军事上的直接表现就是征不到兵了。随着俄乌战争的深入，兵源越来越成为左右战局走向的关键问题。而奈克斯的 A 新闻最新消息披露，2025年第2季度共有 3.79 万人同俄罗斯国防部签订了合同，该数据比去年同期的 9.28 万人减少了 2.5 倍，是近2年来的最低水平。一定程度上，兵源的萎缩直接影响前线的战况。比如在上述提到的红军村，俄军就被迫从其他战场调动兵力，这也导致俄军在苏梅等战线的兵力相对空缺，乌克兰则乘势发动反击，并和红军村的攻势互相策应。当然，俄军兵力虽然开始萎缩，但其仍有余力组建新的战略预备队。战争研究所援引一名俄内部消息人士的话称，俄军新招募的一些新兵正在加入俄罗斯今年7月初以来一直在组建的战略预备队，而非投入到乌克兰前线。俄军事指挥部也评估称，在2025年夏季俄军损失开始减少后，其就有能力建立战略预备队。那是什么原因让俄方做出这样的行动呢？乌总参谋部报告称，2025年1月至7月，俄军每月伤亡人数约为32000至48000人，伤亡人数超过了报告的每月平均招募率。但俄罗斯在8月伤亡约29000人，9月上半月伤亡约13000人，这是今年迄今为止唯一伤亡率低于报告平均招募率的月份。战争研究所最近也评估称，与2025年春季相比，5月至8月俄军领土收益的成本较低，因为俄军每占领平方公里的伤亡率较低。或许正是因为夏季伤亡率的下降，才让俄军指挥部相信俄军有能力将一些新兵转移到战略预备队，同时仍保持乌克兰前线进攻行动的节奏。那俄军为什么要组建战略预备队呢？在火力军看来，这是在为今后与北约的开战做准备。要知道，普京可是一直强调自己的胜利理论，即假设俄军能够无限期的在战场上缓慢悄悄的前进，使俄罗斯赢得对乌克兰的消耗战。而俄方决定建立战略预备队，不将所有新兵部署到前线，则说明普京和俄军事指挥部对当前的推进速度感到满意，甚至有在中短期内升级对乌军事行动的打算。此外，战略预备队的筹备也与莫斯科和北约的相互角力有关，毕竟近期双方的局势可不太平，正持续升温中。其实自俄军无人机攻击波兰后，双方随时都有擦枪走火的趋势。稍早时候，3架俄罗斯的米格31战机飞入波罗的海上空，并前往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期间短逗留了约12分钟，随后被意大利的 F35战机赶走。次日，瑞典的 JAS-39 鹰狮战机也在波罗的海沿岸拦截了3架米格29。而最新消息显示，俄罗斯仍在测试北约在波罗的海上空的防空能力的极限。如德国空军9月21日报告称，受北约指挥部指示，其紧急升空2架欧洲战斗机在波罗的海上空国际空域拦截一架没有飞行计划或无线电联系的俄罗斯 IL-20M 侦察机。对于俄罗斯这样明显违反国际空域标准作业程序的行为，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21日重申称，如果俄罗斯继续下去，美国将帮助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稍早时候，五角大楼报告中表示，俄军战斗机进入爱沙尼亚领空是故意为之，可见特朗普也对俄军行为感到了不满。不管北约和俄罗斯闹出多大动静，乌克兰趁着这段时间悄悄发育，目前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火烈鸟导弹的生产。基辅方面披露了火烈鸟原型机的首张照片，并报道称，如今乌克兰每月生产的火烈鸟导弹数量已从30枚提高到了50枚，而且其评估认为，到今年年底每月可突破至150枚，足以对俄军实施饱和式远程打击。值得注意的是，目前该公司正在研发乌克兰自己的防空系统。从火烈鸟的实战效果看，大家或许可以期待一下这套防空武器。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和美国军工加深了合作，尤其是无人机领域。目前乌克兰的 Iron 贝利企业就和美国的希尔德 A 公司合作研发了第4远程攻击无人机，它配备了光学导航系统，将能够对100公里外的目标进行完全自主的打击，配备有3公斤的弹头。不久后，第4无人机的产量就能达到每月1000台左右，可以对前线发动更密集的饱和攻击。
同时，这再次反映出乌克兰的无人机正在得到世界的认可。此外，乌克兰还在利沃夫推出了新型的水下无人艇托洛卡，最长型号可达12米，航程2000公里，有效负荷5吨，或许能对俄罗斯海军构成更大的威胁。另一方面，泽连斯基突然宣布组建一个新的军种突击部队，该部队将以2025年突击营和突击团的成功经验为基础，拥有专门的法律地位，并包含一个关键的无人机作战部队。泽连斯基表示，预计该部队将在7至10天内全面投入使用。而泽连斯基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是根据战场表现做出的，这是继军团整合、组建无人机部队后的又一大改变。俄乌战争打到今天，双方都各自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调整，效果如何，其实在战场也一目了然。武器方面，据乌克兰防长施米哈尔透露，不久的将来，乌克兰每天将能使用多达1000架拦截无人机。比起防空导弹，拦截无人机的成本显然小得多。而在攻击无人机方面，乌克兰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光2025年夏季，俄罗斯就有超过30个机场因为无人机的威胁而被迫经常关闭。如今又有突击部队组建，火力军相信乌克兰将在战场上取得更大战果。据自由时报报道，美国陆军去年斥资3亿5400万美元，向美商德士隆集团采购的 XM204 攻顶型弹药，已于今年通过了美军测评。目前驻守德国巴伐利亚的美军将成为第一支使用这款装备的部队，未来将借助这款可穿透战车顶部装甲的便携式武器，抵御敌军的潜在威胁。其杀伤原理是 XM204 攻顶型弹药装填于方正的发射箱之中，可装填4枚弹药，并有一组传感器置于发射箱中央。士兵只需将 XM204 摆放于敌军战车、装甲车可能通过的路径，只要装置侦获50米内的战斗车辆震动、热源或声响，就会将钽合金弹药发射至90米上空引炮，形成尖锐物体后由上而下快速击穿战甲车顶部，达成人员、车辆杀伤效果。据国防博客报道，一架由英国设计、活跃于冷战时期的霍克猎人式战斗机赫然出现在美国海军于加州举行的灰旗2025大规模作战演习当中。这款堪称空中活化石的经典战机，在顶尖武器齐聚的现代演习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关键角色。报道指出，这架猎人 MK58 型战机并非由美国海军直接生产，而是隶属于一家名为空中战术优势公司的民间军事承包商。该公司专门为美军提供高质量的假想敌与训练支援服务。凭借其可靠的跨音速飞行能力，猎人战机非常适合在演习中模拟敌方的空对空攻击或精确对地打击。而霍克猎人式战斗机最初于1950年代设计，是一款以空优作战为目标的后掠翼战机。本次参与演习的 MK58 型更是源自持续服役至1990年代中期的瑞士空军改良版，被视为该系列设计的巅峰之作。其坚固的机体结构、充沛的劳斯莱斯引擎推力以及简洁可靠的设计，使其在首飞超过70年后依然是最具价值的训练与测试平台。美国海军强调，像会旗这类演习的目的不仅是评估新武器，更重要的是理解旧日与现代系统如何在高强度对抗环境中互动。在此背景下，猎人战机的价值便凸显出来，也就提供了一个性能参数完全透明的活靶心。美国海军表示，这架老牌战机的参与能提供一把可靠的标杆，让那些充满未知数的尖端传感器、通讯系统与瞄准科技得以在其身上进行精准的校准与效能评估。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拉平被解职是什么看法？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